今天给你讲一个故事啊，一个关于阿波罗11登月的故事。故事有着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咱们先来讲那个流传最广也最富戏剧性的版本 A。话说啊，如果不是由于第一批登上月球的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随身携带着一支沾尖笔的话，那句著名的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可能意义上呢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啊，巴兹·奥尔德林和尼尔·阿姆斯特朗呢会被永远困在月球，再也回不来了。1969年的7月20日，就在那个历史性的阿波罗11月球漫步之后，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回到登月舱，准备在休整之后呢，从月面起飞，同轨道上迈克尔·柯林斯驾驶的指令舱汇合，然后一起返回地球。但是啊，当他们走进登月舱，却意外的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个似乎并不属于那儿的东西。两个人的神经一下子就绷起来了。奥尔德林在自己写的书《壮观的荒凉：月球长途旅行》当中呢，是这么描述的。尽管有一些震惊，我还是上前仔细的看了看。原来这个躺在登月舱右侧地板上被灰尘扮演着的东西，是一根已经断掉的断路器开关。它能够来自哪儿呢？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啊，抬头望向仪表板上那一排排的断路器，然后那个最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出现了。其中一个断路器的开关已经弹出并且断掉了，就是地上的那一根，而它恰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断路器，不是在登月时使用的，是在从月球出发时才要用到的，用于向上升发动机提供电力的一个开关。要是没法打开它的话，我和阿姆斯特朗将会无法离开月球。为了帮助你理解他们的困境呢，咱们来稍微补充一下这些断路器的知识啊。据我了解呢，阿波罗登月舱里面的断路器是一种推拉式的断路器，虽然跟咱们家里面使用的断路器在造型上不太一样，但是原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啊，是一种能够自动断开保护电路的开关装置。打开家里面的配电箱，你也会发现一排断路器，我们习惯叫它空气开关。往上扳呢就是打开，往下扳呢就是关闭，可以是这么手动操作的，也可以是当电路短路或者是过载时，它自动就给关上的。登月舱里面的断路器呢，也是一种这么工作的开关了，唯一不同的就是啊，把按钮摁进去就是打开，拉出来就是关掉。而由于登月舱里面的控制电路相当复杂啊，所以面板上的开关就相当多了啊。你看这张图上每一个六边形都是一个断路器，并且它们还要设置成正确的开关组合才会工作正常，不是把所有都同时打开那么简单的。完了吗？没有啊。随着每次任务的不同呢，组合还不一样，实在很难想象这些宇航员在出发前要经历怎样痛苦的训练了。这根断掉的开关啊，位于这块面板上，你看它的名字啊 ，Engine Arm， 引擎准备，意味着啊，如果不按下，引擎就准备不了，当然也就启动不了啊。奥尔德林回忆了一下，一定是他或者是阿姆斯特朗在做出舱准备时，不小心的用那个笨重的背包把它给撞断了的。因为啊，登月舱实在是太狭窄了，他们将开关坏掉的消息报告给了控制中心。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想想办法啊。结果在经过一个辗转反侧的晚上之后呢，这月球上的两人既是没有休息好，也是没有把好消息给等到啊。休斯顿呢还是没有找到什么解决的办法，于是奥尔德林决定还是得靠自己了。他在书中继续写道，在更仔细的检查之后，我认为如果我能够在登月舱中找到一些可以替代的东西来推动电路，它可能会起作用的。不过由于开关里面是通电的，我既不能把手指直接伸进去，也不能使用任何末端带有金属的东西。就这么想着，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的舱外服的肩带里面呢，还放着一支沾尖笔啊，它应该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于是我将起飞程序提前设置了几个小时，以防止它不起作用后呢，我们至少还有时间来想别的办法。但是当我将笔插入原本应该是断路器开关所在的小孔当中，并继续推入之后，它顺利的保持在了那个位置，开关打开了。我们大舒了一口气啊，终于可以离开月球了。直到今天，我仍然保留着那根断掉的断路器开关和那只点燃了引擎的沾尖笔。就是这张照片中的两样东西了。所以整个故事听下来，你会觉得似乎这支笔是救命的关键啊！而且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故事的情节就会发生彻底的反转，真的是千钧一发，选上加选啊！好。但是仔细一想，不对啊 ，NASA 怎么可能这么大意，将宇航员的生命和任务的成败只交给这么一根小小的、看起来并不结实的开关上面的手柄呢？所以啊，
故事的 B 版本就来了。奥尔德林或者阿姆斯特朗的确是碰断了一根重要的断路器开关，它位于登月舱的右侧第16号的控制面板上。但你看这张图啊，在16号面板的对面，也就是登月舱的左侧，还有一块几乎像是镜像过去的第11号面板。在这块面板上呢，有一个叫做 Engine Start Override 的按钮，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引擎启动操控。全部的目的就是为启动和点火发动机的电路提供一个备用的电气路径。所以即使 engine arm 断了，即使没有那只刚刚好的沾键笔插进去，又能怎么样呢？引擎照样是可以启动的。实际上 NASA 当然是想得非常周到的，在登月舱里面呢是有着2套完全独立的电气系统的，登月舱中的所有电气设备都会从这2个系统中的一个来获取电力，但是对于一些最关键的设备是可以从2套系统中的任何一个中获取电力的。engine arm 断路器是从 LMP 总线为发动机电路供电，而 Engine Start Override 断路器则是通过 CDR 总线为发动机电路来供电的。于是即便登月舱完全失去了某个配电系统，它仍然可以点燃引擎，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断路器及其相关的配电系统工作正常就可以了。但是等等还不止这些计算机和自动电路并不是唯一启动发动机的办法。如果一切都失败了，他们还有这个。是的这个按钮呢会完全按照你的想法来做，在设置适当的断路器之后呢，把它给按下去，砰，引擎就启动啦。实际上我们来阅读一下阿波罗11的任务记录的话，你会发现任务控制中心和机组成员之间呢，的确就断路器损坏的问题进行过一些讨论。但是很遗憾他们不仅非常简短，而且字里行间似乎也读不到有人真的是关注过它嘛。我读给你来听听先是奥尔德林说，休斯敦，这里是近海基地，你有办法看到引擎准备断路器的配置状态吗？我这么问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尾部似乎被撞断了，我想我们可以再把它给推进去，不过我不确定如果我们把它推进去，我们还能不能把它给拉出来了。完毕。然后是任务控制中心的回复，收到，我们已经知晓，请待命。近海基地，这里是休斯敦。我们的遥测显示，目前引擎准备断路器呢是处于断开位置的。我们希望你暂时将其保持在断开状态，直到稍后计划启动时再推入。完毕。这几乎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讨论了。你听出有人非常担心的感觉了吗？事实上它真正可能引发的问题，并不是在把机组成员困在月球上，而是他们会担心一旦登月舱进入到轨道，无法将这个插着沾键笔的推拉式断路器给拉出来。而正常的程序是呢，一旦登月舱进入轨道，机组成员就应该拔出 engine arm 断路器了。这样，如果计算机中的某些软件错误导致计算机在不应该启动时尝试启动引擎，点火电路呢就不会通电，登陆舱也就不会跑偏了。而奥尔德林的笔插式断路器呢，只能完成推入动作，是无法拉出来的。幸运的是软件错误并没有发生，处于通电状态的引擎也没有被错误的打开。后来，在奥尔德林将断路器推入之后，还有这么一段对话任务控制中心说，近海基地，这里是休斯敦，供你参考。引擎准备断路器上面的电路呢，看起来非常好。奥尔德林回复收到，只是我想我现在已经不能把它给拉出来了。有关断路器的讨论就此结束了在总共359页的任务报告中呢，它只占了这么一小段，其中没有任何这样的描述。天哪，我们差一点就失去它们了。好吧，那为什么会出现故事 A 呢？我觉得大家都更喜欢戏剧性的故事嘛，这边添点油，那边加点醋，不是味道就更好了吗？哪怕已经完全就变味了。好了，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整个故事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是的，奥尔德林真的是用他的背包撞断了其中的一个断路器。是的，该断路器呢控制了可以让机组成员离开月球的电子设备。是的，奥尔德林用笔把断路器给推了进去，然后成功的恢复了它的功能。但是不，如果没有奥尔德林的笔，2位宇航员也根本就不会被困在这里，甚至几乎一点困扰都不会造成Over。